我们开始关注一批新时代的中国武者。虽然他们所从事的武术项目仍限于小众范围，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参与到这些或年轻或古老的运动中。或许这也是未来中国的一种时尚。澳门比赛结束后不久，就是李小龙先生84周年诞辰。从中国功夫到中国力量，每个时代的武者都有着自己的使命。我非常尊敬李小龙先生。是吗？对，他是敢于创新的真正的佼佼者。我就是因为一个精神偶像摆在那儿，激励着我。在被公众关注之前，于是就已经是中华传统射箭的资深爱好者了。后来他又专门学习了骑射技艺，并在自己主演的影视作品中展示出来，为骑射运动的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有更多人能关注这项运动，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2024年，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骑射运动中心成立。作为中心副主任的于适，正在准备复活一项有着1000年历史却鲜为人知的中国传统骑射技艺，叫做射柳。射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让大家看一看古人把什么当做最好的、最牛的技术。而这次复原射柳的发起人是中华传统骑射技艺的重要传承人和推广者李云逸。这位曾经的外科医生，在36岁时弃医从武，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骑射运动员。他也是于适的骑射老师，两人共同策划复原射柳，其实是为了更有力地向世人推广中华骑射技艺。下弯20公分。因为当时我们是有一个国际的骑射组织，那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必须你要拿出你自己国家的一份复原的完整的论文出来。这是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近代骑射技艺的复原。第一步呢，我们是消去柳枝的表皮。当时这个推广现场，大家有什么反馈吗？或者跟你聊的时候，他们觉得不可能，因为难度太大。射柳到底有多难呢？在金史最完整的记载中，要求骑射手击中并且斩断柳枝和地面之间仅仅几寸长的指定区域，然后顺势把柳枝捡起。整个过程中马不能停，而且要使用特殊的形似剪刀的横促剑。这让我想起与历史学者张健的谈话，他曾提到中国古代类似的骑射技艺并不少见。只要你有这个马上的这个经验，就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工作啊。这个本身就是对骑兵技艺的极大磨练。关于中华传统骑射，著名的武术文化学者马明达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射箭最早的民族之一，这是中国古代武艺中最重要的具高端，是人人必练必会的。它自身的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射始终在中国古典武艺里居于榜首。它不光是一个军事上的，它更多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东西。过去那种勇敢尚武，就是那种精神。在这本100余年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写道：一国之盛衰强弱，恒以国民之精神体魄为衡。随后书中列举了一系列有规则可查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其中就包括辽金军中射柳之戏一章。但截至目前，从画像砖到宫廷画，我们能看到的中国古代骑射造型中，还没有发现对射柳的描绘。把它变成一个画面，真实的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复原射柳的过程并没有计划中的那么顺利。要在马上射中直径只有1公分的柳枝，难度的确太大。那有很多人射不中了，他可能会泄气了。他不会，射不中我一定要射中。在这个地方近一点，再射一箭，连射2箭是吧？行。有感觉打中了，你一定要去做这个动作，连打2箭。中了！虽然第2箭命中，
但于是没能来得及捡起灵芝。中了！真的实践之后问题就来了。对，也是一种鞭策，对吧？就是，我就告诉你还是差一点，虽然你已经很准了，但你还差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射柳的魅力。我们古代有着这么骑射技艺高超的技术之外，我们现代中国也在推广，我一定要让它从文字上面走出来。经过多次拍摄，千年射柳技艺终于用影像的方式被复原。凡崇5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2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石其之，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1人持马前导，后持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即断柳，又以手接而持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轻处，即重而不能断，与不能重者为副。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我觉得骑射不是说我们现在随随便便研究出来一个运动，娱乐一下大家，并不是。它流传3000年，它绝对不会消失。就在于氏复原射柳前不久，李云逸精心打造了这座中国骑射博物馆。从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这里的藏品跨越数千年，涵盖了中华骑射的方方面面。但保留传统并不是李云逸唯一的目的。传统的其实是很美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做成很时尚，让现在的人更多的人去接受它，喜欢它。除了骑射装备的改良，自媒体是李云逸推广骑射运动的关键平台。很多人都是被他拍摄制作的这些炫酷画面所吸引，并开始了解甚至学习骑射的。中国的骑射的发展阶段来去，22年之前，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民间组织，骑射，然后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成立了国家骑射中心，它不再是民间组织。这些骑射基地直接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他们的空间会很大的。他们的成长跟变化可以引领到中国骑射的一些变化，缩短我们跟一些世界骑射强国的差距。那么，中国与世界骑射强国的差距大吗？2024年6月，在中国北方的锡林浩特草原上，一批亚洲骑射精英正跃跃欲试。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来自中国骑射运动主管部门的程然。你看我们哈萨克斯坦的队员，他打的是很准的，啊！世界现在目前格局来看，我们中国的水平呢属于中等吧。亚洲呢有一些强国，欧美呢现在法国呀一些国家也是实力很强。这个项目呢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爆发点了。中国会成为一个骑射强国。我很有信心啊，中国在未来5-6年以内就会跻身1线水平。程然的预测让我们很期待，但也有一些疑虑，因为目前中国人还很少能在媒体上看到骑射比赛。这项古老的运动是否只属于大草原？它能否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运动呢？其实，传统就是时尚的，只是说，时尚的人去学传统的东西，我们推广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线上的这方面的直播，让更多人看到，这需要更多人去关注。你看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要全景，就是现场的。哎，对，我要的就这个效果。晚了，我就要这个镜头。这个骑射运动它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它是一个国际性运动。然后只有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水平不断的在提高，而且我们的提高，其实到后面不是用我们来体现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